3楼啊，阶梯都有点倾斜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边的玻璃啊，都被破坏了。不过我感觉呢，又很像是一个飞碟一样的形状。这栋楼为什么会有地下室呢？难道是改造为医院以后修建的地下停尸间吗？啊，你看到有什么？这上去的阶梯，你看，特别的古老啊，一共有2层，现在看上去啊，还非常的完好，木质的阶梯啊，一直通向顶楼。你看这扶手，下面这里还有挺精美的一些装饰。哇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地下室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建筑。据说呢，它修建于大约是19世纪末吧，也就是在晚清的时候，是当时的英国人呢过来经商的时候啊所修建的。后来英国人离开以后呢，这里便被改造成了一个传染病科的医院。而这个医院大约开了7年左右呢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关闭了。现在呢，常常会在医院的地下室里面啊，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由于这个地方比较的偏僻，再加上传出声音以后呢，大家会觉得比较的瘆人，所以平时会很少有人啊靠近这里。那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。这里的铁门啊是锁上的，你看，加了一把铁锁。我现在总算是进入到了这片森林之间。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这底下有一道铁门是锁上的，里面呢有2条狗一直在叫，然后我就想找门卫啊开门，喊了半天，总算是出来了一个大概20-30岁左右的一个小伙子吧，特别的胖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他说干什么呢？我说我想上去拍一下那个古建筑。他说不行，现在已经都封了，赶紧走。我说我就拍一下我就走。他说不行，然后自己就进房间了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就只有从底下的一条小路啊，特别的慌，然后想办法，现在总算是进来了。哎，你看今天天气啊还不错，不过特别的闷热，稍微走一会儿就满身大汗了。而这个建筑应该就在这个山上面，但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。蚊子很多，稍微站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整个人就会马上变成大胖子。走。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栋建筑，但好像外面围了一圈铁皮，哎。这里的铁门啊是锁上的，你看，加了一把铁锁。我想我已经找到这栋古老的建筑了，它在这个铁门的里面。不过现在没法从这里进去，我们从旁边去看一下。
这里都是围上的。围着走一圈看一下。这里有好多的瓦片，都是新的。好窄。这里都是堵上的，没法进去啊。旁边这里还靠了几扇木门，这都是古老建筑上面留下来的，现在就靠在这个围墙这里。这已经到头了，没法进去啊。我们再绕一圈，看一下那边可否进去。你看，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，当时这个渝州开埠以后呢，经济就迅速的繁荣了起来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长江流域一下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出商港口，像朝天门码头、菜园坝码头，还有唐家沱码头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当然，一时之间呢，就吸引了很多的外国人啊，他们也来到了这个渝州呢，于是便有很多西洋的建筑啊，也就留了下来。不过现在保留完整的并不是很多了。那这里面的这一栋呢，就是曾经英国的一所旧址。我们先往前面去看一下。这石阶梯其实还是挺打滑的。我们就沿着右边的这条路过去看一下。对面还有另外一栋建筑，不过也是废弃的。你看，应该也是欧式的建筑。哇，这变成一个灌木林了。下面没路了，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有点陡啊，而且你看，从这里过去，感觉更加的困难。哎呦，封得严严实实的，这里看过去好像又到刚才那个木门的地方了。哇，果然走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地方了。哎，哇，这怎么办是好？要不我们就沿着这个上面这样爬上去。
试一下。上来了，你看这上面啊是一个建筑的屋顶，现在已经是长满了杂草，而旁边这里呢就是那个古老的建筑了。哇，从这里下去啊，大概有3米多高。这四周都没有一个软着陆点，那我们只能想办法从这里跳下去。好，我稍微准备一会儿，只能从这里下。下了，你看，这就是这栋英式的建筑了。目测呢2层楼高，上面也许还有一个阁楼。它不仅啊是隐藏在这个山坡的最顶上，而且被这些铁皮封起来以后呢，你看现在这建筑的这些窗户啊，也同样是被木板呢给钉了起来，让这一栋建筑啊真是显得格外的神秘。我们先围着走一圈看一下。从外观来看啊，这栋建筑最上面好像是那种红色的琉璃瓦，而下面是黄色的外墙。你看这些窗户呢，它是那种扇形的圆窗，上面呢又是方形的，典型的那种中西式的合璧。那在1890年啊，渝州开埠以后呢，这里好像就是最早的英国的盐务所，盐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后来呢，好像在抗战时期的时候，又变成了英国的一个大使馆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看，这里就是刚才的那个进门处了。现在到处都被木板啊堵得严严实实的。钉上的进不去，围着走一圈。这边都快走完一圈了，不行，都是被定住的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洗衣池，是不是还挺有趣的？那我们从这里进去看一下。天啊！特别宽敞啊！你这地上啊，放了很多的木条、木板，不知道是不是要过来把这窗户堵上用的材料。不过我感觉走进来以后啊，这里面显得格外的黑，因为所有的门窗啊，全部都被这些木板给钉上了。
里边还有一些新的材料，应该是没有用完的。这木门啊，感觉很像那个《生化危机》里面的那种门，是不是？被取下来了。这是铁门，上面还有玻璃。哇，你看，在中间这里啊，有一个壁炉。这壁炉啊，还蛮有趣的。你看它上面这里啊，还可以放东西，下面这里就是以前啊取暖的地方。看这个里面啊，能看到有什么吗？下面都是黑色的，这边的玻璃啊都被破坏了。这里面的空间啊还是蛮大的。看上面还有这种角，看一下里面，哇，打不开，看一下有什么，好像是空的，是一个柜子。这里还有一些喷洒的一些药剂。即便现在外面有阳光啊，完全照射不进来，因为这里面的这些木板啊，把阳光全部都挡住了。哇，你看这边啊，有另外一个壁炉。欧式的大门，特别宽敞。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在这个木质的建筑上面啊，还雕刻了一个壶，是对称的，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阿拉丁神灯？不过我感觉呢，又很像是一个飞碟一样的形状，真是蛮精致的。而且你看下面的这个壁炉啊，这和刚才看到的还完全不一样。它是一个这种塑形的结构，而且里面我感觉还有风不时的在往外面吹，应该仍然是连通的。你看这个很大的门，是典型的那种欧式的建筑。那在上世纪啊，这个解放初期的时候呢，这里被改造成为了一个职工疗养院。又大约是在1985年的时候呢，这里被规划成为了重庆的港口管理局，从此呢就更名为重庆的港口医院。而在2010年的时候啊，便宣布关闭了。但是据当地的人说，这个医院呢，实际上只开了7年的时间，只不过在2010年的时候是正式关闭的。那这个期间呢，因为常常能听到这个地下室发出的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比较的瘆人，再加上这里废弃以后啊，由于比较的偏远，所以就很少有人会来到这里。但我很好奇的是啊，这栋楼为什么会有地下室呢？难道是改造为医院以后修建的地下停尸间吗？哇，这么一说出来啊，真是让人有一些不寒而栗啊！哎，哇，这上去的阶梯，你看，特别的古老啊，一共有2层，现在看上去啊，还非常的完好，木质的阶梯啊，一直通向顶楼。而且旁边这里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壁炉，也是显得很霸气啊。这面壁炉啊，让我联想到了英国乡村风格的那种感觉，不仅啊可以取暖，而且还能起到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。来看一下这里面，
哇哦，你看这上面啊有一个很小的圆，你知道那个圆它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S 型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当在房间里面生火的时候呢，那一旦那个空气进来啊，它就会把这些烟呢往上面排，是不是设计的还蛮精巧的？那个阶梯，看上去啊，给人一种非常厚重沉稳的感觉。你看这个木质的扶梯啊，它表面的漆面呢依然还挺完好的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把手，看着有点夸张啊，竟然是呈螺旋状的，不仅雕工讲究，而且还挺艺术的。你看是不是还蛮有那种线条的美感？走上去看一下，这应该比较结实吧，因为你看这里的木条啊都做过加固，还稍微小心点。哇，走起来这个木地板啊，咯吱咯吱的在响。连着扶手，下面这里还有挺精美的一些装饰，是不是很像那种日本的浮世绘，就像海浪一样？房间特别的多，哇，上面又是一个蛮长的过道。连这2楼啊，其实它和1楼不太一样，旁边有这种雕花式的铁护栏，在过去应该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底下的风景，现在都用木板挡住的。不过每隔几米啊，就会有一个欧式的罗马立柱，挺有造型感的。它这个建筑啊，和以往的建筑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的那个阶梯呢，并不是在外面的这一圈，而是在里面。上面应该还有一个阁楼吧？全部都进行了一些加固。听到我脚底下的木地板咯吱咯吱的在响吗？让人有一种不太安心的感觉啊！这里有另外的一个壁炉了，这个壁炉显然就要简单一些了，它底下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这样的感觉。这门上写上了2。这边是另外的一个壁炉，里面也是放上了很多的木条。好多的房间，这里应该是以前养鱼的地方吧？上面还画上了一条鱼，是不是很像一个蓄水池？里面现在放的是一个木门。差不多的格局，走，再到上面去看一下。这3号门，哇，越来越高了，这个是通向阁楼吧？看这底下，
哇哦！这3楼啊，阶梯都有点倾斜了。你看，在这个过道这里啊，还有一个很小的洗手的地方。不过现在这个洗手的那个水龙头已经没了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这里有好大的一个像箱子一样的东西，铁皮的，蓄水的吗？非常的大。这房间里面就是这种倾斜式的，还蛮有造型感。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木窗户，应该以前就是挡住这里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底下，应该是一个小的通风窗口吧。这个大的箱子啊，真是蛮神秘的。不过看了半天啊，我现在并没有看到那个地下室。当然，这已经是3楼了。房间里面都有壁炉。3楼就只有3个房间，这里就到头了。那我们再到1楼去看一下，能否找到那个地下室。这阶梯啊，都是倾斜的了。下面，下来了。这栋建筑啊，它的房间特别的多，真是堪比生化危机。不过我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地下室。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区域没去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转角那个方向，我们再去看一下。这个区域刚才没有过来，这边又有一个台阶，应该又上到2楼去了。这里应该是厨房吧？这应该是蓄水池。旁边这里还有灶台，不过现在都已经被破坏掉了。堵上的门。哇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地下室了，它就在我的身旁。你看，这里显然是一个门的形状，不过现在啊，用这些木地板把它给堵上了。但是在过去啊，这里应该是通往地下的一个入口。不过特别奇怪的是，这个入口呢，也是同样用砖头把它给堵了起来。难道这真是通往地下室，又或者说是停尸间的地方吗？
不过这也真是太蹊跷了，这显然啊，应该是不想让人再下去了。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看来，也许已经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吧。好吧，我得先赶紧出去了。在这里站久了啊，真是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。出来了！哇，刚才啊，想想那些摇摇欲坠的阶梯，还有那个被堵上的地下室啊，真是让人有一点背脊发凉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再看这一栋古老的建筑啊，几乎快要被遗忘在这座山顶上面了。但是它可以说是见证了100年的繁忙的商业。这个曾经特别气派的房子啊，现在已经十分的陈旧了。但却有一种厚重的沧桑感。你看啊，它就在这个山顶呢，俯视山下的滔滔的江水，以及对面的那些繁华的现代城市，见证着岁月与历史的变迁吧。好吧，那这一个古老的建筑哦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把这个木门给关过来了，接下来我就得想办法要出去啊！你看，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从这里啊跳下来的，你看这高度，哇，这得有3米多高啊！这个时候如果是姚明就好了。全部都是用膨胀螺丝啊打进去的。所以没法过去。天越来越黑了，我得先想办法。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我搭一下。刚才那个里面其实有梯子的，不过搬下来不太好啊。哇，上来了！你看，接下来想办法从这里下去。怎么今天变成了像在做极限运动啊？哇 ，OK， 成功脱逃。好吧，赶紧离开。
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而且这里如果一旦不好看到的话，不知道地上有没有什么陷阱。成功出来了，我还得从那条小路这样绕出去，这才算是真正的逃离。让我们再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逃离之路吧。看到那个房子了吗？那个保安和那个狗啊，他们就在那边。我们得从这一条小路走。你看保安亭，走。对，我今天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。哇，在叫了！快走！Come on！ 快走！我来了 ！Come on！ 快走！哇！真是有惊无险，哇！成功逃脱，哎呀，好吧，那我们下期见。